有株专食死气的枯稀草，吃进去的是陈朵死气，吐出来的是轮回生机。被他吸食过死气的鬼，皆可因此脱枯朽，转生机入轮回。然而，又是这死味儿，淡得跟孟婆汤兑了10缸水似的，难吃。入轮回去吧。嘴巴真够刁的，你只是他们轮回路上的一道工序，该吸吸，该吐吐，管它好不好吃啊！你不懂，这地府的死气太单一了，寡淡。我都吸了几千年了，不腻才怪。我搅搅搅，我煮煮煮，鬼魂下锅变菜谱，死气熬成麻辣卤。香辣浓稠，美味啊美味！要不再试试炸的？我还没吃够呢，你们带我去哪儿啊？这段时间你把阎王殿弄得乌烟瘴气，那些鬼被你煮完、烤完、炸完又复原，翻来覆去一天死8回，真当本阎王殿是你家开的餐厅啊？反正他们还是会入轮回的嘛，只要结果正确，过程你管他呢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我当然得管，为了平息鬼怨，你就滚去人间自生自灭吧，没我的同意，死了也不能回啊！不许回来！父亲，皇上只说让江家长女嫁去北疆，又不知道我是长女，你就让江来替我去吗？反正她是妾生的，你管她死活呢？可来儿本就有病在身，听说要替你嫁去北疆，一时想不开跳了河，如今好不容易救回来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不要去那大旱3年、鸟不拉屎、要死不活的穷地方。老爷，灵儿可是我们唯一的女儿，你就……要死不活的地方，那死气肯定很丰富。我去，让我去！妹妹这嫁衣看着真喜庆，只是你这病殃殃的身子能撑到成亲那会儿吗？别到时候死在半路，连口棺材都没人帮你买。这人间的死气果然跟地府的不一样，死气中裹着一丝病气，苦涩中又带点甘甜，层次丰富，好吃。出发！他怎么还挺高兴？这是病好了，还是病更重了？看着精神都不正常了。管他正不正常，把他的嫁妆给我扣下，我就是要他死在那要死不活的地方。哇，这地方的死气真的好死啊！够浓，够劲儿，够味儿，我喜欢。速度再快点儿，我都迫不及待要去那死地方了。果然病的都不正常了。我家将军说了，将军府人口众多，养不起闲人。江小姐没有嫁妆，又素有病症，配给军中的萧雀、萧千户正好合适，请吧。造孽哟！这萧家本就有一个病得快死的母亲，还拖着个半大点的儿子，现如今又来一个病秧子媳妇儿，要死哦！这哪是千户，这是要绝户啊！还不是因为萧雀屡屡立功，被将军记恨了，这才把江小姐送来。可怜哦，这家人以后的日子怕是要惨不忍睹了。可不，你看这江小姐气得拳头都攥紧了，
怕是还没进门就想回去了吧？好啊，好啊！疯了疯了，果然疯了！萧千户，快出来把你媳妇儿接进去吧，不然你媳妇儿该犯病了。你也看见了，我家什么都没有，就一块死地和一口枯井。娘病在榻上下不来床，还拖着个儿子，养活他们两个已经很吃力了，实在养不活你。你若不愿意，可以跟着送亲队伍回去。干涸倒置的枯井，死气中不仅有股腐朽味，还有股腥气味，腥气味中又带有一丝透凉的清新味，好复杂，好喜欢。回什么回？我就喜欢你家这种死气沉沉的地方。走，拜堂成亲去。就咱仨。没有喜字，没有红烛，我娘也没办法见证。送亲队伍还没走远，你还有机会离开。离什么离？这么好的地方，我可不走。拜堂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媳妇儿了。以后养活家里的事就交给我吧。什么？别什么了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见你那个病得要死的娘亲。面色泛青，嘴唇乌紫干裂，手指蜷曲如枯枝，果然是病入膏肓的死气味，味道又浓又沉，就像那种尘封了多年的陈年烂酒，眉视中透着一丝药渣焦苦，焦苦中又泛有一丝老年肉香味，香，太香了。这就是我娘，病了4、5年了，起初还能下床走动，后来情况就越来越糟了，这半个多月来更是一次没醒过，每天只能靠喂药强行支撑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是后悔了，可以。可以。知道了，既然这样，那我送你。这地方太可以了，还有你娘亲，我可太喜欢了。什么？你娘不就是快死了吗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只要让我吸吸，不是让我瞧瞧就好了。你会治病？当然。没想到阎王爷还是有点义气在的，居然让我来了这么个死地方。这味道可比我在地府吸的那些寡淡玩意儿强多了。情况怎么样？你当真会治病？还有救，去取桃针来吧。我去取。周奶奶开门，我想借你家的针用用。小平安，你要绣花针做什么啊？是你新来的娘亲要缝衣服吗？娘亲要用针针给奶奶治病。他说什么？他家那个刚嫁进来的病秧子娘亲要给半死不活的奶奶治病？可不是嘛，头一次听说绣花针能治病。走，我们也去瞧瞧。哎，腾个位置，让我也看看。别挤了，大家都想看呢。萧家媳妇儿，这绣花针可不是银针啊！你要是不会，千万别瞎弄，不然到时候病没治好，还一针把老太太给送走了。说这些，我又不靠扎针治病，管它是银针还是绣花针呢。好了。等等，这是吸食病入膏肓之人的死气后，死气凝聚成药丸了。那要是吸食大旱3年的土地死气凝聚出来的，岂不就是天然肥料了？这可比地府那些寡淡玩意儿有用太多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个机会去试试。
我去，真的假的？这绣花针居然真的能治病！奶奶，您终于醒了，小平安想死您了。娘，你没事了？手心热乎了，胸口不闷了，脸上也有温度了，好像是没事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江姑娘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那什么，既然你娘已经醒了，就带我去看看你家那块死地吧。我想在那里种菜。要种菜？是啊。萧家媳妇儿，你没说错吧？我们这个地方可是大旱了3年啊，别说是水了，就是一滴雨都没有。种菜，亏你想得出来。走，去看看就知道啦。本以为萧家媳妇是个聪明人，没想到是个又疯又傻的。这种死地，他就是把地翻个天，也不可能种出半点粮食来啊！唉，可惜了。不愧是暴晒了3年之久的土地，这死气干得发苦，涩得发腥，心中又带点腐朽的闷劲儿，直冲我脑门儿。这要是吸透了，都够我回味10天半个月了。不行，不能在萧圈面前露馅儿，得留着，晚上再来吸。现在得先试试看，死气到底能不能凝聚成天然肥料。果然可以。看完了，走吧。你应该也知道这死地是种不成的了吧？家里情况是不好，但好在娘已经不需要吃药了。往后我会想办法多挣军功换钱，养活你们的。不，我有办法。我们去县城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还是要种地，还要换钱买种子？是啊。老板，换钱。是陈年灵药之气凝炼而成，能治5劳7伤，能吊住将死之人最后一口气的凝元丹。姑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怎会有如此珍贵的药丸？很珍贵吗？那什么，老板，你就说能换多少钱吧。200两银子。200两，罢了，钱是江姑娘自己挣的，她想买种子便买吧，就算种不出来也没事。成交。不错，比我想的还要多。除了买种子外，还可以给萧家多置办点吃的用的。那里是卖干货的，或许会有你想要的种子卖。果然有。大爷，你这种子怎么卖？这不值钱的玩意儿谁卖呀？我都放了几个月了，你要是想要，就送你了。那就多谢大爷了。您这些干货我都要了，等我种出菜了，一定送您几斤。得了吧，就这种地方，你要是能种出菜来，就见鬼了。可不就是见鬼了吗？走，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东西，顺便买一辆车回去，方便以后来县城置办物件。我的个乖乖，你们家不是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吗？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居然还买了布匹，买了板车，这可是大手笔呀！你们不会是把家底儿都掏空了，还向别人借了钱吧？打肿脸充胖子可不行啊！这往后的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当然得过了，就是碰巧捡了颗药丸换了点钱，往后萧家的日子还长着呢。捡药丸换钱，难不成是在他们家那块死地上找到的？乖乖，我也得去看看还有没有药丸捡。啊，娘亲，我来帮你。真乖。颜色不错，很衬你的肤色。谢谢娘亲，
小平安还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以后我让你天天穿新衣服。不用不用，我一个老婆子了，还穿什么新衣服啊？你们穿就好，尤其是江姑娘，你是京城来的，要紧着好衣服穿。娘，您叫我阿来就行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只要有我一件新衣服穿，就有你们一件新衣服穿。还有萧雀，这个颜色沉稳，和你很搭。你每天去军中操练，衣服磨破了都没得换。这件布料很厚实，磨不烂，我给你多做几件，以后你换着穿。好。原来被人记挂的感觉是这样的，这样好像也不错。快了，再等一会儿，等他们都睡着，就可以去地里大干一场了。萧家媳妇怎么就运气那么好，捡到了药丸，我们却连个鬼影都没看着？哎，你们说她不会真运气好到将地种出来吧？怎么可能？你以为她什么神仙下凡啊？看着吧，药丸就那么一颗，等他们把钱花完了，就要继续过苦日子了。幸福啊！早知道人间这么好，我就早点下来了，何至于在地府苦苦熬那么久？行，吃饱喝足，干活。剥完你的剥你的，剥完你的剥你的，绿芽坡土往上湍，死气当饭就是香。死地种的青菜就是好啊，一个个饱满又水灵。激活，回去睡觉。是青菜，这是青菜，是我们长达3年没见过的青菜，是我做梦都馋得直流口水的青菜，是我以为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吃到的青菜。他居然真的种出来了，可你就算再会种地，那死地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长出来这么大颗的青菜啊！萧家媳妇儿，你不会真是神仙变的吧？怎么会？就是擅长种地罢了，家里祖传的手艺。那什么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别空着手走了，人手一颗。这么珍贵的青菜，你就这么送给我们了？再珍贵也是菜，是菜就得有人吃，总不能让它烂在地里吧？萧家媳妇儿，你是个好人，我们也没啥好送你的，就送你一句话吧，你可要小心点啊！虽然种出了菜，但这个地方最可恶的还不是闹旱灾，是那些相互勾结、吃人不吐骨头的官员和恶霸。是啊，他们要是知道你种出了菜，肯定会想办法将那块地夺了去，你们千万要注意。快回家把东西藏好，恶霸又来村里收干粮了。萧家媳妇儿，你自己当心点啊！这种情况，边疆的将士也不管管吗？原本还是会管的，但人饿到第3年自己都顾不上了，又谈什么保境安民呢？不串通一气就不错了，我们也把菜收起来吧。不，地府的鬼我都不怕，又怎会怕几个活人？既然没人管，那这事儿我管了。
开门，开门！我知道有人在家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。再说一遍，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就把门砸了。家里就这些干粮了。给我进去搜！这是青菜。说，你家怎么会有青菜？就是不小心捡来的。捡来的？你确定？你要是敢骗我，确定？大哥，我在一个百姓家里发现了青菜。大哥，我也发现了一颗青菜。这就是你说的捡来的青菜。说，这些青菜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？要是不说，我就把你们送去县衙蹲大牢，让你们生不如死。放开他们！这些青菜是我种的。你是说这些青菜你种出来的？是。你是说你一个娘们儿，在一块干枯了3年，大家都救不活的死地上种出了青菜？是。这片死地可种不出青菜，但既然你非要吹牛说这些青菜是你种出来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在官家土地上私种作物，就是私占官田。来呀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送入官府大牢。那是我萧家的地，在自家地上种粮食，你凭什么说他私占官田？哼，就凭这个地方，我说了算。我说他是官田，他就是官田。打！抓住他们！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些人就是官府的走狗，萧家肯定会吃亏的。就是啊，到时候他们把衙门的人叫来，萧家就麻烦了。萧家媳妇儿，要不就把地让出去吧，再怎么着也比丢掉性命强啊！你说是吧？不过是一群欺压百姓的恶霸罢了。既然我能吸得了天地死气，就一定也能吸得了人心死气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人手上到底沾染了多少名媛戾气。果然满是暴虐和贪利的味道。等等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感觉头有些晕，手也变得无力？什么情况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拳头呢？不是你们在干什么？不知道啊，突然就使不上劲儿了。我也是，浑身发软，像是被人抽了筋扒了皮一样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你们想偷懒儿！快给我上！来不及了。菜是我种的，你们想要口吃的可以，但是不能硬抢，也不能逼迫百姓，否则下次还得挨打。滚！你找死！还不来扶我？等我们过2天吃饱饭了，有力气了，再来教训你。走。不用怕，只要有我在，那块地你想种什么就种什么，想种多久就种多久。萧千户，萧家媳妇儿，今天谢谢你们了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家这点吃的估计就都要被搜刮一空了。是啊，这几年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胆战心惊一次，这还是头一次让恶霸空着手走呢。可不是，我这辈子都没今天这么解气过。萧千户，萧家媳妇儿，你们是好样的。这个事情还没完，打跑一次容易，但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只要这些人还饿着，他们就会一直来。是啊，这可怎么办？萧千户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啊。所以，只有整个边疆都不用再为粮食发愁了，
他们才会真正罢休。你的意思是让大家把地都种起来？没错，种地，就我们家那块地也能种。当然，萧家的地能种，你们家的地自然也能种。好，萧家媳妇儿，我跟你学。我也学。萧家媳妇儿，你说吧，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做的？收集种子，能收多少就收出来，只要有种子，我就有办法让它长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来了之后，这片死地好像活过来了。萧家媳妇儿，看，里面有萝卜种子、白菜种子，还有，几粒干瘪的黄豆，不知道能不能种出来。可以，只要将这些肥料丸碾碎了撒入地里，作物就可以长出来了。这样就能种出菜了。萧家媳妇儿，你莫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萧家媳妇儿，不是我不信你。虽然昨天我们按你说的做了，但那肥料丸再管用，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让地里长出东西啊！你说是不？种出来了，种出来了，真的种出来了！萧家媳妇儿，快看，我家的土地真的活了！来呀，把这些私自开垦荒地的村民都给我绑了，带回县衙去。没想到你居然真的种出了菜，真是小瞧你了。给我老实点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！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地，你们凭什么说我是私自开垦？就凭我大哥说了算！我的菜，我的菜！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就算你们是衙役，也不能随便抓人！放开我！喊什么喊？边关荒年，你们私自种地种粮，就是藐视朝廷制度，还敢跟我说天理？带走！别以为萧千户不在，我就会怕你们。我跟你们拼了！看来不狠狠教训他们一次，他们是不会死心的。既然我吸得了世间一切死气，那是不是也能操控这些死气？刚刚是什么东西撞了我？什么情况？说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什么？你还装？鬼！有鬼！别过来啊！这大白天的，哪儿来的鬼？你们莫不是魔怔了？都给我起来！赶紧把他们……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！求鬼神大人饶了我吧！知道错了就好。你少在这里说风凉话，小心鬼神大人将你一并收拾了！
放心，鬼神只会惩罚作恶的人，从不会为难老实种地的百姓。我知道你们这么做，也只是想在旱灾之年活下去。但如果只靠抢别人的东西来存活，东西被抢空了又该如何？继续饿着吗？你以为我们想这样吗？还不是让这个世道逼的。行了，我不管你们以前做了什么，但现在想要吃上饭，就跟土地要。我可以教你们种地，只要种活了地，你们就再不会饿死。活路不在别人手里，在你们自己的这双手上。你是说，我们这种人也可以种出白菜？不止白菜，还有萝卜、冬瓜、南瓜、胡瓜等等。边疆荒年，不是只有靠抢夺才能活命。只要有种子，只要你们愿意俯身耕耘，今后想种什么就种什么。好，我跟你一起种。大家弄完了就过来吃饭吧。饿了吧？多吃点，不够还有。多谢婶子。大旱从不是让人走向绝路的根因，真正让人走向绝路的，是心里的贪念、恶气和懒气。但只要大家愿意脚踏实地，就算是荒地，也能生出粮食，恶人也能归善。这个边疆，总算要有奔头。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北敌入侵了，边疆马上要开始打仗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北敌人凶残成性，若是破了边关城墙，咱们就算种出再多粮食，也是死路一条了。是啊，好不容易盼到收成，怎么偏偏又打起仗来了？照顾好自己，我在前线定会拼尽全力战斗到底，为你们守住最后防线，不用担心。好，平安归来。春儿他爹当年也是这么走的，头天晚上还在院里劈柴，第二天天不亮就披着甲走了。那时候雀儿还小，我和他就是站在这个门口，亲眼看着他爹走远的。娘见惯了，早就能接受任何结果了。你也别太过担心，若是城墙真的守不住，我们这些老骨头也会挡在前面，拼死给你们这些年轻人挣一条生路的。娘亲别怕，小平安是男子汉，也会保护娘亲的。好，娘，我打算去前线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去前线？是，我要去前线。前线战事凶险，刀剑无眼，定是尸横遍野，死气滔天。这般死气浓郁的地方，我一定要去。军爷，我来送些吃食给我夫君萧雀，麻烦通融一下。今日边关戒严，入营后尽快出来，不要四处逗留。明白。军营是戍边御敌之地，本该充斥铁血杀伐之气，怎会有如此污浊刺骨的冤屈和枉死之气？小雀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朝廷明明每个月都会按时发放军饷，将军却让咱们上交银两，说什么用来修迁城墙、置办军械，合着朝廷的军饷就放在库房生锈吗？可不是，萧千户就因为替大家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就被安了一个违抗军令的罪责，要被当众杖打30大板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将军来了。
萧阙，你可知罪？末将不知何罪之有。好个不知何罪之有！给我醒醒！简直荒唐！本以为前线将士只需浴血杀敌，抵抗天灾和外敌，没想到还要承受自己人的阴暗算计。难怪这军营上空会有如此污浊刺骨的冤屈和枉死之气。好，既然无人护这些将士，那今后就由我来护。住手！将来，军营重地怎么会有女人混进来？门口的守卫都是吃干饭的吗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将军何必急着赶人？我来给我夫君萧阙送吃食，没想到会撞见这一幕。我倒是想问问将军，将士们舍命戍边，你身为将军，不想着安抚军心，反倒压榨兵卒，连说句公道话都要被当众杖打，这般行事，如何守住边关，抵御外敌？放肆！一介女子，谁给你的权力妄议军中事务？军队是护卫百姓的军队，百姓有资格知道那些本该用来养兵御敌的银两到底去了哪里？还是说，将军觉得百姓连问一句的资格都没有？你懂什么？朝廷拨的军饷就那么点儿，修兵器、补粮草、固城墙，哪一样不是用钱的地方？我不让将士们交，难道让后方的百姓来出？带走！说的好听是体恤后方的百姓，但军营缺银少粮是假，将军中饱私囊，克扣兵饷才是真吧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拿下他！将来，你先回去，不用管我，我能应付。将军不就是想赚更多的银两吗？这件事我可以解决。只要你们按我说的做，我保证军营再也不用担心军饷不够用了。你知道军营一年要耗费多少银两吗？你知道养一支边军要花多少钱吗？你一个村妇什么都不知道，却在这里大放厥词，不觉得可笑吗？这是青菜、白菜和萝卜，我都3年没见过这么水灵的萝卜了，炒着吃肯定很好吃吧？将军说，我不知道军营一年要耗费多少银两，那将军可知，在大汉之地，一颗青菜能卖多少钱？一颗白菜能卖多少钱？一颗萝卜又能卖多少钱吗？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东西？我种的，在这个地方，只有我能把它们种出来。这些都是你自己种的？竟是真的！当初嫌弃他没有嫁妆，又素有病症，才打发给萧阙。没想到这才过去多久，他就在这片干旱了3年之久的死地上种出了这些珍贵的东西。你刚刚说你能种出这些东西来，你手上可是有什么良方？没有。不可能！只要你愿意把良方交出来，我可以给你一笔丰厚的报酬。到时候军营能种出源源不断的作物，将士们的日子好过了，你不就不用再担心他们上交银两了吗？我说了，没有良方。不可能！没有良方，你怎么可能在死地上种出这些东西？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哼哼，好，既然你不肯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给我搜身！有什么就冲我来，将军何必为难一个女人？萧阙，你确定要因为一个女人
忤逆我的军令吗？只要你让他交出良方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免了你的责罚。但若不交，别说是100军棍，我还要将你逐出军营，让你前程尽毁。她是我媳妇儿，就先动我。好，既然你自己选了死路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违抗军令者，军法处置。弓箭手准备，给我将他们就地射杀。慢着！哼，怎么，这是想清楚要交出良方了？萧阙戍边数年，次次冲锋在前，屡屡立功。将军为了一己私欲，对他刀兵相向，就不怕这种做法寒了其他将士的心吗？我如何做，还轮不到你一个乡野妇人来智慧。放箭！你找机会赶紧走，我拖住他们。不，果然是充满狭隘、自私、贪婪的死气。既然跟你讲道理讲不通，那就让我教教你怎么做人吧。将军！是谁动的手？给我出来！什么情况？将军怎么突然就平地摔出去了？不知道啊，我看他周围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可能是老天看不下去，降下天罚了吧？胡说八道！刚刚就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，你少在这里妖言惑众！谁让你们停手的？2个人都射杀不了，你们都是些废物吗？行，这样都治不住你，那就让你自己惩罚自己吧。大家快看，将军他！将军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难不成真是老天看不下去，降下了天罚？不，绝不能让将士们知道。我最近在练一套拳法，刚刚就是演示一下，你们不必大惊小怪。那什么，既然你擅长种地，就留在军营，带领军中将士一起耕种吧。去盯紧那女人的一举一动，等军中将士都学会了她的种地良方，再动手将她。这土地昨天还是干裂一片，今天就潮了。千户家的媳妇儿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都是祖传的手艺罢了。这是肥料丸，把你们带的种子拿出来吧。那个军营里没种子，大家伙没觉得你真能种出菜来，所以就没准备。萧家媳妇儿，看，我们给你带了种子来。你们真信他能种出菜来？当然，我们听说你要教军营里的人种地，猜到你们可能需要种子，就带过来了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把这几袋种子发下去吧。我们也留下来帮你们吧，之前你帮了我们，
好。好了，大家可以回去了。千户家的媳妇儿，我还是不太相信，这地里真的会长出作物吗？我们之前也和你一样不信，但是是不是真的能种出作物，你明天来看就知道了。这些作物一夜之间就长出来了。是啊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再也不用饿着肚子打仗了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！看来将士们都学会他的种地良方了，可以准备动手了。那我们就出发了。他们当真推着那些作物出去卖了？是，孙时辰他们也该回来了。走，去看看。萧千户，怎么样？起！我的天，我都有3、4年没见过这么多银子了。有了这些钱，城墙就可以修了，兵器也可以换了。千户家的媳妇儿，你就是活菩萨显现，救了我们整个边疆啊！看来收成不错，看来萧家媳妇儿在种地这方面确有本事，以后可要多多种出作物供军营使用啊！来人，把银子搬走。慢着。这银子是我和将士们一起赚的，怎么用也该我和将士们说了算。将军一声不吭就要全拿走，不合适吧？放肆！军营产出之物自然归军营所有，你一介妇人，有什么资格插手军中财物？那朝廷按月播放的军饷也归军营所有，将军又为何私入囊中，让将士们饿着肚子，上交银两贴补军中用度？你，我媳妇儿所说句句属实。将军若觉得她说的不对，不妨当着所有人的面解释一下，这3年的军饷究竟去了哪里？将军，北狄先锋军2万人已攻破边境第1道防线，距离城墙不足100里，请将军速速发兵前往。什么？2万人？距离城墙不足100里？将军，北狄2万先锋军来势凶猛，是否立刻点兵前往，加固城防？这北狄军来的正是时候啊！正愁怎么名正言顺夺了这批银子，让萧雀去死，他们就来了。等萧雀一死，这个村妇就再也没人护着了。来啊！将军营所有粮饷、银钱、军械全部封存公库，任何人不得擅动，否则以军法处置。萧雀听令。末将在。本将命你率200兵马即刻前往前线御敌，没有本将军的将令，不得擅自回营。什么？200兵马？将军，200对2万，这不是让萧千户和其他将士去送死吗？闭嘴！本将军的命令还轮不到你们指挥。萧雀，你不是自诩屡立战功吗？现在北狄人打过来了，那你就证明给本将军看，看你是不是担得起这千户的名头。是。看来将军就是想名正言顺地封存银粮，让萧雀去死。好一个一石二鸟啊！只可惜你算错了一件事。你以为自己手里攥着的是粮饷和军令，可你不知道，我手里攥着的是你的命。北狄的死期我来息，你的账我也会一并算。若我能回来，这封和离书你当没看过；若我回不来，你拿着它回京城去。边疆的日子太苦了，你不该被困在这里。好。
出发。本以为只是来人间走个过场，没想到遇到了一个真心为我好的人。萧雀，我一定会护着你。是千户家的媳妇儿在击鼓，她这时候击鼓是要做什么？萧雀带了200人去抵挡北敌2万铁骑，这件事你们都知道。200人对2万人是送死，但萧雀去了，那200名将士也去了，因为他们是军人，军令如山。但我只是一名百姓，我看不得将士们为了一道愚蠢的军令白白送死。所以我想问问各位，你们可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带上粮食，带上兵器，去支援萧雀和那200名将士，和他们一起共同守住这个边疆？我看谁敢！谁若是敢妄动，我就斩了谁！你一介村妇又想做什么？如今萧雀不在，可没人能护着你了，还不赶紧给我下来！众将士，你们仔细想想，若萧雀和200名将士不敌北敌人，战死在城外，那下一个出战的又会是谁？下一个被将军推出去送死的人又会是谁？与其被动等死，何不一起主动出击，搏一个生机？我去！我也去！萧千户把命都豁出去了，我这条贱命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我也去！来人，将这个妖言惑众的村妇就地斩杀！将军你怎么了？这几年他究竟克扣了多少军饷，残害了多少将士的性命，身上的死气竟比地府里的鬼气还要苦涩100倍。好，很好，等打完仗了，我再回来跟你好好算算总账。愿意跟我走的将士听令，出发！出发！待他们一出城门，就将城门封死。我要他和萧雀都死在外面，死在北敌的铁蹄下。去将城门封死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违令者斩。是。萧雀，将来你们死定了。千户家的，不，江姑娘，这2条路都有马蹄印和脚印，我们该怎么走？左边这条路上有铁血军人的肃杀之气，而右边这条虽有马蹄印和脚印，却只是普通百姓赶路留下的味道。走左边。斥候先行探路，发现情况立刻回报。是。出发。报，萧千户等人在前方5里处的矮坡被围了，旗子还在，但死伤过半，估计撑不了太久了。江姑娘，我们必须加速前往救援，无论如何都要把千户和200将士带回城内。报，江姑娘，城门被将军下令封死了，任何人不得进出，否则杀无赦。什么？将军这是打算让我们全都死在城外？我们在前线拼死拼活，他在后面封锁城门，这算哪门子将军？将士们，既然后面没有退路了，那我们就往前走，活着和萧雀他们一起杀回城内。杀回城内？没错，难道大家不想把那2万北敌人打回去，和萧雀他们一起杀回城内，让将军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吗？可江姑娘，后面是封死的城门，前面是2万北敌人，我们这几千人当真能活着回来吗？为什么不能？北敌人有2条腿，我们也有2条腿，他们拿剑，我们也拿剑。萧雀带着200人撑了这么久，靠的不是幸运，靠的是他从没想过要输。现在我们有几千人，我们有要拼死守护的人，要是连杀回城内这几个字都不敢想，还谈什么赢？没错，我们要杀了北敌人，再杀回城内。杀北敌人，再杀回城内。出发！
萧去，将士们，我来了。这就是战场的味道吗？烈，太烈了！里面不仅充满了血腥和焦土味，还混杂着怨念、杀意、不甘和恐惧，比旱地死气、地狱鬼气还要沉重千倍万倍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我怎么突然没力气了？我也是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们莫不是用了什么妖术？就是现在，杀！跟我一起杀！将来，是江姑娘，是江姑娘带人来了，我们的援军到了。我就知道我们不是孤军奋战。大家听我号令，不要放松警惕，不要放过一个北狄人。是。战场危险，刀剑无眼，援军既已到达，我送你出去。不用，我也是来支援你的。可是，放心，我能解决。好，那你当心点。好啊，来了这么多北狄将士，正好让我饱餐一顿。可是受伤了？没有，就是吃太多了，一时没消化过来。不用管我，我缓一会就好。吃太多？好，那你就在我身后歇一会儿。北狄将士，我来杀。好。奇怪，这次吞下去之后，怎么身体也有了反应？难道真的是吃太多消化不良，需要歇上一阵？可若不能再接着吸，剩下的北狄将士该怎么杀？这样下去不行，北狄人太多了，他们挡不了太久，必须想办法速战速决。对了，之前病气能凝聚成药丸，旱地死气能凝聚成天然肥料丸，那这次的肃杀之气呢，又能凝聚成什么？这是能激发人战斗力的丹药，虽然不知道能支持多久，但若是每个将士都服下一颗丹药，北狄人再多，也无需再聚了。萧去，服下它。好。
力量好像变强了，所以刚刚那是增强战斗力的丹药，能撑多久？不知道，速战速决。果然有用。分下去，一人一颗，快！是。刚才剑都快抬不起来了，现在怎么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？江姑娘真是神了！我感觉自己此刻还能再杀1000个北狄人。众将士，我们速战速决！是，冲啊！太可怕了！这些人太可怕了！不许退，都给我上！你话太多了。拿下他们！我们这是赢了。是，赢了，赢了，我们赢了！是北狄大军，他们又来了。听着声音，他们至少还有5万铁蹄。小千户，江姑娘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先将伤亡将士全部带走，撤回5里外扎营，整顿，快！是。挟持不住，剑刺得太深了，我也没办法了。让我看看。没用的，江姑娘，他脉搏都快停了，就算你会医术，医术再强，也救不过来了。军医大人，真的没救了吗？他家里还有一个老娘在等着他回去，求您再想想办法，好吗？有救。什么？醒了，醒了，他醒了！多谢江姑娘。这伤口就这么合上了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江姑娘，你刚刚给他吃了什么？凝元丹。这是陈年灵药之气凝炼而成，能治物劳气伤，能吊住将死之人最后一口气的凝元丹。是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江姑娘，你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，边疆有你，是我们大家的福气。我这就拿去给所有伤员吃。其实我还有很多这种药丸，之前没跟你说，你会介意吗？没关系，你不用事事都告诉我。萧千户，江姑娘，那些死去的将士们怎么办？就地掩埋吗？还是等战争彻底结束再把他们带回去？我去看看。这些将士们已经死了，就算是凝元丹，也救不了了。这味道
淡的跟孟婆汤兑了10缸水似的，难吃。又是这死味儿，淡的跟孟婆汤兑了10缸水似的，难吃。入轮回去吧。小雀说的没错，他们已经死了。就算我吸得了世间一切死气，也救不活他们了。既如此，你们便好好入轮回去吧。你们的仇，我替你们报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小雀，他们本不该死。来之前，我以为战场的死气是满汉全席，可以肆无忌惮的饱餐一顿。但现在，我吸得了肃杀之气，凝得出丹药，治得了伤兵，却救不了这些已经死去的将士们。小雀，他们本不该死在这里。如果不是北狄人大举进攻，如果不是将军充满阴暗算计的军令，他们不会就这么死了。我知道，但北狄人还会再来，将军的算计也还会继续。只要边疆战争不停，就会一直有人像他们一样躺在这里，再也回不去。那就以战止战，打到他们不敢再来，打到这地方再也没有战场，没有草席，没有一排排等着被合上眼睛的人。你想怎么做？我治得了伤兵，却救不了死人。今天救下一个，明天又会倒下一个，循环往复，没有尽头。而想要让战争停下来，办法只有一个，我要直取北狄主帅的首级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要去北狄大营？是。好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萧千户、江姑娘，我们也去。死去弟兄们的仇，我们也想报。你们可知这一趟深入敌营，九死一生，一旦被围困，很可能再也回不去，再也见不到家中父母妻儿。回不来就不回来，大不了下辈子再给爹娘尽孝。没错，无论如何，我们绝不能让萧千户和江姑娘2个人去。好，整顿兵器，即刻出发。就是现在！传令下去，天亮之前，我要他们几个人的人头摆在我面前。里面的人听好了，速速放了我们主帅，否则……你们主帅已死，回去告诉你们皇上，想停战就派人来谈，想再打，来一个我们杀一个，来一双我们杀一双。
是说，他们打赢了这场必输的战事，还斩下了北狄主帅的首级？皇上已派监军前来嘉奖，若是我们做的那些事被监军知晓了，怕是死罪难逃啊！慌什么？监军贪财，公库那数十万白银尽数打包送去，足够堵上他的嘴，让他替我们遮掩罪责。至于城里那些知晓内情的百姓，去吧，这次我一定要让萧阙、将来一行人死在城外。众将士听令，将军为一己私利紧闭城门，置我等几千性命于不顾。今日便随我和萧阙一起杀入城内，生擒这奸佞小人。是，杀入城内，生擒奸佞小人。好啊！哈哈哈！好一个生擒奸佞小人！小阙、将来，没想到你们真能活着回来，还能把北狄主帅的头颅带回来，真是好样的啊！我给各位准备了好酒好菜庆功，只要你们放下手中兵器，我这就让人打开城门，迎你们进来，如何？庆功，身后将士们的尸骨未寒。将军说的庆功，到底是给我们庆的，还是给你自己庆的？你什么意思？北狄主帅的头颅是将士们用性命换回来的，他们替你挡箭，替你战死。你现在站在这城墙上，拿他们的命当你的功劳，你配吗？将来，别以为你们杀了北狄主帅就能和我平起平坐。我是朝廷命官，是镇守边疆的主帅。你们就算是战死在城外，也是应该的。弓箭手准备，将他们就地射杀。一个活口不留。这就是将军说的好酒好菜。既然你们不肯放下手中兵器，那我自然就只能成全你们了。放箭！小阙，你以为自己能挡得了多久？弓箭手，第二轮准备。将军，小心！小阙，我是镇守边疆的义军主帅，是你的顶头上司，敢对我动手，你是想造反吗？我从未想过造反，但我萧阙也有要护着的人。自我们回来，将军可认真看过我身后的这些将士，可认真看过那些死去的弟兄。你眼里只有你的位置，你想让我死，我认，但你不该拿将士的命不当命。你一个千户也敢跟我说这种话，简直是以下犯上，罪不可恕。按军法，我就算将你就地正法，也是天经地义。那将领失德，陷将士于死地，按军法，又该当何罪？你射！给我射死他们！怎么又是这种感觉？自从这个村妇来了之后，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将军，此计不成，
是不是该把那些人带上来了？带上来！放开我们！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柱子是你吗？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儿呢？我儿可回来了！娘，我娘也在上面！我要杀了你们！别冲动，等萧千户和江姑娘的命令。都看清楚了，你们的爹娘、兄弟、妻儿，全在我手里。谁敢妄动，我就让谁的家人死在你们面前。爹爹，娘亲，小平安，去，阿来，不用管我们，只要你们能活着回来，娘就是死也瞑目了。给我闭嘴！萧阙，将来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放下兵器，束手就擒，否则你们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你儿子和母亲被活生生摔死了。你居然把无辜的百姓拿来当人质，那又如何？哼，只要你们放下兵器，束手就擒，我就放了他们。但你们要是执意跟我作对，那你们就只能和他们在黄泉地府相见了。皇上派来的监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你以为你能一手遮天多久？监军收了我的银子，就算来也只会给我嘉奖，夸我运筹帷幄，善于用人。而你们，他只会上报皇上，说你们战死在城外，连尸首都找不到。如此，你们还要为了私仇，不顾儿子和娘的性命，不顾这一城百姓的性命吗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闯。好，很好。地上的剑飞起来了！这是什么招数？我警告你们，不许妄动，否则我就杀了他！爹爹，娘亲，小平安不怕。疯了！你们真是疯了！如下反上，斩杀将军，就不怕监军来了之后治你们一个杀头大罪吗？将军已死，你们确定还要继续助纣为虐吗？开城门！萧千户，监军已经入城了，正往军营这边赶来。萧阙，将来你们死定了！监军定不会放过你们！带走。小曲，将来等监军大人到了，你们就死定了。监军大人，监军大人，将军被他们残忍杀害，您可一定要为将军报仇啊！萧阙人呢？末将不知，末将只知道
他们明知监军大人要来，还当众斩杀将军，这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，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啊！好一个不把本官放在眼里，不把朝廷放在眼里！本官今日若是不严惩他们，这边疆岂不是要改姓萧了？去，把萧雀给本官带过来。是。萧千户、江姑娘，监军大人似乎已经到了，你们当真不去见吗？小雀，监军大人有令，命你即刻随我前往教场回话，不得有半点延误，明白？外篇日头毒辣，教场无遮无挡，晒得人难受。不如你回去通传，请监军大人一进帐歇息，如何？去把监军请来。是。放肆！监军大人传唤，你怎敢推三阻四？军营中何时轮到一个女子说话了？萧千户，你身为千户，任由一个女人在这替你发号施令，就不怕丢了你萧千户的脸面吗？他说的，就是我要说的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这就去禀报监军大人。萧千户、江姑娘，这要是得罪了监军大人，可怎么办啊？他肯定不会就这么罢休的。怎么还不来？这个人看看。监军大人，人呢？萧雀不肯前来，还传话说外头日头毒辣，请监军大人亲自一步前往营帐与他们见面。你再说一遍。他说外头日头毒辣，请监军大人亲自一步前往营帐与他们见面。好你个萧雀，区区一个千户就敢如此轻慢朝廷钦差，果真是胆大包天。监军大人，您一定要严惩他，连您亲自派人去请都不来，还让过去见他，这哪里是千户对监军该有的态度？我看分明是想骑到您头上作威作福。去，把所有人带上，拿下萧雀。若有反抗，就地斩杀，提头来见。萧千户、江姑娘，外头那位监军可不是好惹的主啊！他要是往京城递一封折子，说你们目无朝廷，目无皇上，你们可扛不住啊！小雀，你以下犯上，公然违抗监军训令，我等奉命拿你归案。识相的自己走出来，别逼我们动手。小雀，你是聋了吗？监军大人有令让你出来，你若是再不出来，就别怪我们进去拿人了。到时候刀剑无眼，伤着谁了，可别怪我们没提醒你。萧千户、江姑娘，他们看样子是真要硬闯进来抓人了，你们……那就让他们进不来。什么？就是不知道护卫身上的死气会是什么味道。不过既然送上门来了，那就正好尝一尝。来呀，直接将萧雀、将来二人拿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胳膊怎么突然抬不起来了？我也动不了了，快去一个人禀报给监军大人。怎么还不来？一群朝廷精锐，这么久还拿不下一个千户，都是干什么吃的？那个监军大人，要不您先让末将起来，末将愿意替您跑一趟，去看看他们到底在磨蹭什么。等着，本官的事儿还没办完，你倒先提上要求了，是嫌自己跪得不够久，还是觉得本官应该听你的？末将不敢，末将就是觉得他们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，怕是出了什么变故。能出什么变故？难不成一个千户还能把本官的护卫全都给杀了？监军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监军大人，您快去营帐那边看看吧。护卫们
全都倒下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！监军大人，他晕过去了。本官没瞎。监军大人，让末将去吧。末将愿意替监军大人鞍前马后，效犬马之劳。萧雀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官倒要看看你到底长了几个脑袋，够不够本官砍的？大人，您等等末将啊！萧雀，敢对陛下钦派的精锐动手，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吗？监军大人明鉴，这并非我们动的手。你当本官是傻子吗？不是你动的手，难道是他们自己倒下的？本官在朝中几十年，还从没见过如此荒唐之事。监军大人，我们还没动手，就体力不支，全倒了下来。监军大人可听到了？但定是他们对我们使用了什么肮脏手段，暗算我们。您可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！给我闭嘴！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本官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萧雀，你身为边关千户，明知本官代天子行事，却公然违抗命令，拒不见驾，眼里可还有半分朝廷，可还有半分陛下？萧雀，见圣旨，如见陛下，速速给本官跪下。臣萧雀接旨。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萧雀，本官奉陛下旨意前来犒劳边疆将士，可刚到地界，就听说你们胆大妄为，擅自斩杀了镇守边关的主帅，此等以下犯上的重罪，按朝廷律法，本官手握先斩后奏之权。现在，我命你当场自枪谢罪。萧雀，还不立刻领旨谢恩！敢问监军大人，圣旨上是如何写的？大胆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质疑陛下亲笔写下的圣旨吗？监军大人误会了，我们只是想知道，北敌人来袭，将士们浴血奋战，死伤无数，拼死斩下北敌主帅首级，才换来一丝喘息的机会。陛下得知后，派你前来嘉奖前线将士，当真会写下让萧雀自枪谢罪的圣旨吗？本官说了，本官得知边疆主帅被你等私自斩杀，有权先斩后奏。也就是说，圣旨并非如此书写。那监军大人可知边疆主帅是为何被杀的？本官不用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监军大人是不想知道，还是不敢知道？放肆！圣旨在此，本官命他自枪谢罪，你怎敢让他起身？是要抗旨不遵吗？就凭你手上的圣旨，根本没有让我夫君自枪这一条。就凭你收受将军贿赂，与将军同流合污，戕害将士，你就没资格替陛下做主。你放肆！来人，给我将这个妖言惑众的村妇拿下！哼！本官命你们将这村妇拿下，你们是聋了吗？还不起来？是要让本官亲自扶你们吗？你去把所有将士叫来，本官倒要看看，这军营里到底是谁说了算。本官说话，你听不见吗？好得很，你们一个个的都反了。萧雀，本官再次命令你跪下！监军还想拿圣旨压人，你到底是来替陛下传旨的，还是想用这道圣旨替你那些见不得光的银子遮羞？闭嘴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萧雀，你当真要与本官为敌？本官来此是代表陛下，你若不跪，那本官就只能如实上报陛下，说萧千户抗旨不遵，意图谋反。到时候陛下震怒，
诛你九族，你可别后悔！本官最后说一次，跪下！拿来，那是陛下的圣旨。圣旨落地可是大不敬，监军大人，你如此轻慢陛下，该当何罪？你少血口喷人，这是意外，是无心之举。陛下知道本官忠心，定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怪罪本官。那监军明知边疆大旱，百姓困苦，将士们3年没吃过一顿饱饭，却仍收受将军送去的银两，这也是意外，是无心之举。还是大人觉得？陛下知道你的这些行为后，仍会认为这是一点小事，而不会因此怪罪于你。你们没有证据。这上面一笔一笔记着将军这些年送出去的银两，送给了谁？什么时候送的？送了多少？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监军大人还想否认吗？监军大人这是心虚了吗？给本官松开！将士们镇守边疆，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，那些银两本来应该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，用来修葺城墙，用来补给兵器，但现在却送到你们手上，被你们用来挥霍度日，你们对得起他们吗？本官也是被他骗了。本官若是知道那些银两是克扣的军饷，断然不会收。不信，本官可以证明给你们看。去把副将给本官带上来。监军大人，您快把萧晨和将来杀了，他们以下犯上。监军大人，你身为边疆副将，明知边疆将士们辛苦，却还敢和将军合谋贪污军饷，欺瞒本官，该当何罪？大人，您说什么？你明明知道。此人勾结将军，欺上瞒下，中饱私囊，本官已亲手将他正法。萧千户，你们可满意了？本官收受银两，是被将军和副将合谋蒙骗，但你们以下犯上，斩杀边疆主帅，却是铁证如山，该当死罪。本官定会回去禀报陛下，让陛下亲自裁夺。在边疆，本官暂且拿你们没办法，但到了京城，你们就死罪难逃了。这些都是大家的一点心意。京城路远，你们在路上别饿着。到了县里，你们就把板车换成大一点的马车，坐着舒服。这板车太颠了，走远路受罪。好。萧千户，江姑娘，要不把我们也带上吧？路上万一有个什么，也好互相照应。不用担心，你们留下来，守好边疆，守好这里的百姓。是。那萧千户、江姑娘，你们注意安全。娘妻，小平安等你们回来。好，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奶奶，等我们回来。你们路上当心，家里的事有我呢。那我们就出发了。边疆的死气，一半是天灾，一半是人为。克扣的军饷，封死的城门，送死的军令，皆与朝堂上的那些人脱不了关系。在京城的时候还没来得及看清楚，这次回去正好看看他们到底是人还是披着人皮的鬼。萧千户和江姑娘斩杀将军，得罪监军，说到底也是为了我们。此番他们进京，朝中那些大臣定会为难他们，咱们帮不上别的忙，
但必须得做点什么。没错，咱们不能干等着他们回来。你说怎么做？兄弟们都听你的。我们联名上书，把将军干过的事、监军干过的事、萧千户和江姑娘做过的事全都写上去，然后每个人按手印，请县令大人帮忙将他送到京城，想办法呈到陛下面前。当真能送到陛下面前？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请县令大人想办法呈上去。但是不写，陛下就不会知道边关还有人在替萧千户和江姑娘说话。好，听你们的。多谢你们。谢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。一个个来。小平安也要按，小平安也要为爹娘说话。好，小平安也按。这就是在边疆以寡敌众，斩了北敌主帅首级的千户，看着真年轻啊！我还以为守边疆的将士都是满脸胡子、五大三粗的莽汉呢，没想到竟是这般俊朗的后生。那里面坐着的就是他媳妇儿吧？听说这女子是尚书家的女孩，从京城嫁过去的，原本是要嫁给将军的，不知怎么就嫁给了这个千户。我也听说了，她嫁去边疆的时候有病在身，大家都以为她撑不过半年，会死在那干旱之地，没想到这不仅活下来了，还跟着夫君立下大功，真是吉人自有天相，老天待他不薄啊！老天待他不薄，你们知道他这次来京城是来干什么的吗？不是加官进爵的吗？他们立了这么大的功，皇上肯定要重重封赏的吧？什么加官进爵，简直是做梦！他们在边疆斩杀了顶头上司，还得罪了皇上派去的监军大人，犯了以下犯上的大罪，这次进京肯定是要被问斩的。江陵，她不是你妹妹吗？若是她被斩首了，你们江家不会也被连累吧？当然不会，她早就嫁出去了，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，她的事跟我们江家半点关系都没有。而且就算有什么事，我也会让父亲跟她断绝关系，让她连累不到我们江家。江陵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怎么他看我一眼，我就觉得自己浑身不舒服，喘不过气，还有些心慌，这可不是好的征兆。我们江家不会真的被他牵连吧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见父亲，让他早做打算。父亲，您怎么还有闲心坐在这里喝茶？将来二人今日进京，那些大臣都在想办法弹劾他们，他们若是被斩首了，连累咱们江家可怎么办啊？他们好歹是立了功回来的，陛下想来应该不会如此绝情。可他们以下犯上，杀了边疆主帅，还得罪了监军啊！就算立了功，陛下也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吧？是啊，老爷，您就听灵儿一回吧。将来若是在朝堂上胡乱说话，得罪了皇上，咱们江家可就要真的搭进去了。可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江家的女儿。可她已经嫁出去了，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。父亲，您总不能因为一盆泼出去的水，就拉着咱们全家一起陪葬吧？老爷，监军在朝廷的威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他要是想弄死两个人，那些大臣们敢不支持吗？到时候将来死了不要紧，咱们江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，可就要跟着一起遭殃了啊！父亲，您就去陛下面前说一声吧，就说将来早就被逐出家门了，他的死活跟咱们江家没关系。你要是不说，咱们全家就真的没活路了。萧千户、江姑娘，别来无恙啊！在边疆我无奈你们何，但如今进了京城这道门，入了这金銮殿，你们二人可就没那么容易出去了。今日我定要让你们为在边疆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
父亲。臣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父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爱卿平身。陛下，臣有罪啊！臣刚到边关时，被将军蒙蔽了双眼，他送来大量银两，说边关将士劳苦功高，让臣代为打点关系，疏通朝廷，为将士们谋些福利。臣一时糊涂，就收下了。臣有罪，臣愿将所有银两如数上缴，求陛下看在臣主动认罪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这演技整挺好啊。但是陛下，萧阙夫妻二人斩杀顶头上司是目无王法，臣虽有受贿之过，但他们夫妻二人以下犯上，擅杀朝廷命将，才是真正的大罪啊！陛下，监军所言有理，萧阙二人在边疆立了功不假，但功不抵过。军法严明，若斩杀主帅而不追究其罪责，那军法何在？边关乃国之门户，若是人人皆可斩杀主帅而不受惩处，日后边关将帅又如何统兵御敌？还请陛下明断，严惩二人。臣附议。陛下，御史大夫所言极是。若朝廷对此事不加追究，日后边关将帅皆可被下属所杀，长此以往，军心必然涣散啊！臣也附议。陛下，萧阙夫妻二人今日能杀将军，明日就能杀朝中任何一位大臣，此例一开，人人自危，朝纲不宁，后患无穷，请陛下严惩。臣附议。萧阙、将来你们有何话可说？臣父二人无话可说，但这些官员一个个身着朝服，光鲜亮丽，看似刚正不阿，骨子里却是趋炎附势，沆瀣一气，满是贪婪与虚伪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人身上的死气，是不是比那地狱里的恶鬼还要脏上几分。死气中果然充满了贪婪、谄媚和浓到发臭的权欲和虚伪，一层叠着一层，渗进了骨头缝里。朝堂关系着天下苍生，若从根上就烂了，边疆的百姓、将士哪里还有活路？今日我便要揭开这层遮羞布，还这朝堂一片朗朗乾坤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心慌的厉害？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臣父二人无话可说，但臣父有几个问题想要问问这几位大人。你问。御史大人方才说功不抵过，我问您，您口中的功，是指我夫君萧阙在北敌2万大军压境时，带着200人前往前线，拼死抵挡2万先锋军，是指我将来不顾将军阻止，号召3000将士前往支援，是指我们夫妻二人与众将士闯入北敌营帐，斩下北敌主帅首级，是也不是？是。但是你们不顾王法，斩杀顶头上司就是大过，绝不能姑息。那您可知边疆大旱3年，地里颗粒无收，将士们日子本就过得穷苦，将军却克扣朝廷军饷，中饱私囊，还让将士们上缴银钱，用来缓解军中用度。您可知北敌2万军马压境时，将军为了公报私仇，故意派出萧阙和200兵马前往御敌。您可知我带领将士前去支援时，将军让人封死城门，罔顾我等几千将士的性命，这些您都知道吗？这些您都不知道，那我请问您，您有什么资格论功，又有什么资格论过？您说边关将帅被下属所杀，长此以往，军心必然涣散。我问您，当边关主帅克扣军饷，让将士们自掏腰包补贴军中用度时，军心在哪儿？当他派200名将士去抵挡2万北敌军马，
明知是送死，却视而不见时，军心在哪儿？当他封死城门，将几千名浴血奋战的将士拒之门外，任由他们被北狄大军围攻时，军心又在哪儿？我。还有您说我夫妻二人今日能杀将军，明日就能杀朝中任何一位大臣。此例一开，人人自危，朝纲不宁，后患无穷。我请问您，将军克扣军饷，让将士们饿着肚子自掏腰包的时候，您可曾想过人人自危？将军派200将士去送死的时候，您可曾想过朝纲不宁？几千人被关在城外等死的时候，您可曾想过后患无穷？将军被杀，是因为他该死。您不担心将士和百姓，却担心这样的人死后，我们会迁怒到您身上。可是因为您和他一样，也该死。你这是狡辩，是强词夺理，是在宫殿上赤裸裸的威胁大臣，是藐视朝堂，更是目无君上。此等大罪，罪加一等。陛下，您都看到了，此女子当着您的面就敢这样胆大包天，目无尊卑，日后她恐怕连您都不会放在眼里呀！放肆！陛下，臣妇只是就事论事，若把边关将士经历的事说出来，就成了监军口中的胆大包天，那臣妇无话可说。没错，监军大人此番说辞，不过就是想拿陛下的威严压人，还望陛下明鉴。陛下，臣之所言句句出自肺腑。他们夫妻二人一唱一和，分明就是不惧怕陛下您的威严，公然对抗朝廷啊！陛下息怒，臣的女儿只是说话直来直去惯了，不懂朝堂规矩，但她绝不敢对陛下不敬，还请陛下明察。若陛下执意要罚，臣愿代她受过，只求陛下对他们夫妻二人网开一面，饶他们一命。你这是公然护短！陛下，他女儿当殿威胁大臣，藐视朝堂，他一句待他受过，就想将此事接过去，岂不是太过儿戏了？若人人都像他这般，但凡子女犯事，就说一句代为受过，那还要国法做什么？还要朝堂纲纪做什么？陛下，臣的女儿若该死，臣不会拦着；但她若不该死，臣就绝不能看着她被冤枉。臣在朝为官20余年，兢兢业业，从未求过陛下什么。今日臣只求陛下明察秋毫，还他和萧千户一个公道。陛下，萧阙将来斩杀顶头上司，是所有将士亲眼看见的，何来的冤枉？更何况他们说的那些克扣军饷，让200将士送死，封锁城门，不过是他们的一面之词。将军已死，死无对证，自然是他们想怎么编排就怎么编排了。若陛下因此就认定将军有罪，那这朝廷还有公允可言吗？陛下，殿外呈上来一本册子，说是边疆将士和百姓的联名上书，请陛下务必亲启。呈上来。你给朕跪下！陛下，臣虽然不知道那册子上写了什么，但一定是有人串通，想要陷害将军，陷害臣。臣对陛下的忠心，日月可见，天地可表啊！不知道写了什么。好，那朕就告诉你，这上面是边疆将士和百姓的联名上书，上面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写着边疆主帅如何克扣军饷，如何让将士去送死，一桩桩、一件件皆有证人，有证据，绝非一面之词。上面还有2万多个手印，将士的、百姓的，
老弱的、妇孺的。你说有人串通，你告诉朕，谁能串通得了这2万多人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按下手印？朕远在京城，一直以为只要按月发放军饷，就能让边疆的将士们吃饱饭、穿暖衣，守好边关，守好百姓。可朕今日才知道，百姓在饿肚子，将士在送死，边疆的主帅却在拿朕的军饷填自己的府库。萧阙和将来所作所为没有错。是以，朕不仅不会罚他们，朕还要赏，要重重的赏。陛下，纵然萧阙斩杀主帅没有错，但将来毕竟是一个女子，在朝堂之上大放厥词，干涉朝政，这种行为实在是不成体统，还望陛下加以惩治，否则日后朝堂之上人人效仿，岂不乱了规矩，坏了朝纲？陛下，将来不仅是女子，还是随将士们一起在边疆浴血奋战，击退北狄大军的女英雄，是斩杀北狄主帅首级的首要功臣。她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，没有人说她是女子不该如此；她在边关种地救人的时候，也没有人说她是女子不该如此。传朕旨意，萧阙斩杀边疆主帅，功在社稷；将来随军退敌，亦有功于社稷。2人合力斩杀北狄主帅首级，守住边关，更是大功一件。封萧阙为镇北将军，执掌边关军务；封将来为镇北夫人，享将军俸禄，与萧将军共掌边关军务。钦此。臣替小女谢陛下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谢陛下隆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你们在边疆做的事，朕今日才知道：种地、打仗、救人，边疆的将士和百姓愿意把命压在你们身上，说明你们值得。如今这世道，这样的人可不多了。臣父2人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你们让边疆的将士和百姓重新有了活路，这份功朕记下了。至于你，身为监军，贪赃枉法，失职渎职，不仅不监督边关主帅，反而受贿赂，助纣为虐。如今还敢在金銮殿上颠倒黑白，陷害有功之臣，罪无可赦。来呀，将他押入大牢，待朕查清所有罪证，再从重发落，绝不姑息。陛下，臣知错了。臣就是一时糊涂，才会犯下大错，求陛下再给臣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！坐下去。是。不，臣不服！你个村妇，都是你！本官今日就是死也要拉你垫背，替陛下除了你这个祸害！来儿小心！要杀了你！殿庭之上，公然行凶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来啊，拖下去，斩立决，以儆效尤。是。你在边关吃苦了。当初若不是我糊涂，让你替你姐姐嫁了过去，你也不会受那么多苦。父亲误会了，那地方深得我心。我竟不知我的女儿是个如此深明大义、把苦往肚子里咽的人，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失职了。父亲向你道歉。皇上让你们后日回边疆，今晚就跟父亲回家住吧。好。
她是你妹妹，这里也是她的家。但他得罪了监军大人，这些您不是都知道吗？是啊，老爷，今日朝堂之上，皇上如何说的？不会是要我们江家全都跟着一起陪葬吧？您没有跟皇上说我们江家要跟将来断绝关系吗？父亲，您怎么一点都不为我和母亲着想啊？好了，将来现在是陛下亲封的镇北夫人，她夫君萧阙是镇北将军，你们要将她逐出家门，到底是为江家着想，还是嫌江家命不够硬，活得不够长？镇北夫人，江尚书长女江陵接旨。江陵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原赐婚旨意是让江家长女嫁给边关将军，今将军已故，此约作废。改由江家长女江陵嫁往南疆，即刻成婚，不得延误。钦此。你说什么？南疆！朕听说你在边关大旱之地种出了粮食，可是真的？是。你自幼在京城长大，从未去过边疆。也从未种过地，怎会知道大旱之地如何种出粮食？家里祖传的。祖传？朕记得江尚书祖上都是读书之人，何时会的种地？或许是从书中悟出的种地之道，被小女学了去吧。呵呵，原是如此，没想到江尚书的长女竟还有此种际遇。看来当初朕赐婚还真是赐对了。北夷右贤王已递了和谈书，3个月后会入边疆，与你们详谈。你们务必在他们到达之前重建边关，不能让他们找到任何可趁之机。是，臣父臣遵旨。对了。谢陛下当初赐臣父长姐与边关将军成婚，若非那道旨意，臣父也不会有机会替长姐出嫁。若非替嫁，臣父也不会被将军转赐给萧千户，更不会有今日的际遇。此番说来，都要感谢陛下。替嫁，江小姐，接旨吧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祝你一路平安喽。怎么还没来？按脚程也该到了吧？急什么？肯定会回来的。来了，来了！是江姑娘和萧千户，不是镇北将军和镇北夫人回来了。爹爹娘亲，奶奶您快看，是爹爹和娘亲回来了。娘亲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小平安想死你们了。回来了。把箱子都打开。哦，这是。这些都是陛下赏赐的。陛下让我们重新建设边疆，以后这个地方太阳会照常升起，庄稼会遍地金黄，大家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活着了。通了，通了，水通到北边了，东边也通了。万事俱备。农耕无忧，是时候借互市互通所由，稳固边关，为与北狄的谈判做准备了。自从两国停战后，我们北狄人也能来这里买卖物品，比以往可方便太多了。可不是，这里有丝绸、茶叶、盐巴，好多都是我们北狄没有的好东西。
走，去那边看看。即日起，每月初一可银钱买，可货易货，公叟无欺。若要闹事滋扰，逐出户室，永不接待。你的盐换。规矩都写在木牌上，1斤盐换2张羊皮，童叟不欺。我的皮是今年秋皮，毛厚质好，换3张羊皮的盐。你这皮确实不错，我可以多给你半斤盐，但3张羊皮的盐实在给不了，这已经是顶格的让步了。不看闲皮，2张半。行，换。我这也是看你皮好，不然可没这价。慢着，二位，这布袋里装的可是北狄那边的药材，是要买。你这药材晒得不够干，便宜点吧。晒透了，你买就买，不买就走。行行行，买，真是一点都不能谈啊。3两1斤，给，行了吧？今天来的北狄人有7个换了货，往后会更多。如此，北狄的谈判也来了，走吧。训练开始。报，将军，北狄谈判使者已过边境线，约莫半个时辰后抵达城门。赢。那个将军夫人，北狄右贤王马上到，此次谈判事关重大，你们可想好怎么谈了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自然是先听听他怎么说了。可北狄人素来贪得无厌，万一他狮子大开口，提出割地增贡之类的过分条件呢？夫人，我们可万万不能答应啊！狮子大开口，那就让他把嘴闭上。没错，这边关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将士们用鲜血和性命守下来的，不能靠让步换太平，那样的太平也守不住。不过谈判讲究策略，过程还是得讲礼貌，不能太粗鲁。那就好，我就知道将军和夫人早已胸有成竹，是我们瞎操心了。接下来就看这位右贤王到底带了几斤诚意来了。报，将军夫人，北狄右贤王已抵达城门口，身边只带了3名随从，并无多余护卫。带他们进来。右贤王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，请坐。镇北将军、镇北夫人，请。既然是来谈判的，我可以与你们停战，那我们就开诚布公，不必绕弯子，直说你们的条件吧。其一，你们需撤兵10里，让出边境缓冲带；其二，户市继续开放，但北狄入境需免除一切赋税。还有，将军夫人，这是何意？意思就是不行，我们撤兵10里，我们还要每年供应粮食3000担，入境免税。右贤王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们将军都还没说话，你一个妇人插什么嘴？这可是2国谈判的场合，岂容你放肆？我说的，谈判过程还是得讲礼貌，不能太粗鲁。右贤王，你继续。哼，我方往来商队途经你们境内，沿途驿站所需粮草，须由你们国家全数供给，不得推诿。淡定，淡定。你说的谈判过程还是得讲礼貌，不能太粗鲁。你继续。另外，你们边关要塞不得随意增派重兵，以免引起我方误会，再起争端。不是你想屁吃呢？我告诉你，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条件，别说门都没有，就是裤衩都没有。真当我们边关将士好欺负的，拿这些无理要求来消遣我们？不是说谈判过程还是得讲礼貌，不能太粗鲁吗？将军怎么突然说这么糙的话？是啊，将军向来沉稳寡言，别说脏话了，就是重话都很少说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还真挺不一样的。还真是，估计就是被右贤王那些条件惹怒了。所以说啊，谈判不易，且谈且谈啊。萧将军，既是2国谈判，就应该拿出友好的谈判态度。你身为镇北将军，手握重兵，一张37摄氏度的嘴，怎能说出如此粗鄙不堪的话？简直有失体统！骂你们怎么了？真当我们是软柿子，任你们拿捏？既然你们没打算好好谈，那这和谈不谈也罢。
就是撤兵10里，你咋不让我们把边关的城墙拆了给你搬过去？3000食粮，你咋不说让我们把边关的百姓也打包给你送过去，还免税？往来商队沿途驿站、粮草由我们国家全数供给，边关要塞不得增派重兵，以免两国再起争端。不是你做梦做醒了吗？就说这些没用的话。你们简直太粗鄙了！你们怎能如此对待我们的右贤王？就是，你们还想不想谈了到底？不谈又如何？右贤王莫不是忘了，刚刚打了败仗，主帅被杀的可不是我们国家。你简直粗鲁的不像个妇人，毫无女子的温婉贤惠，就是个悍妇。斯文贤惠的妇人，可不会随我们一起闯入你们北狄军营，斩杀你们北狄主帅。好，算你们狠！既然你们不肯接受我方条件，那你们说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们的底线只有一条，就是边关不能让出1寸土地。不仅如此，你们北狄大军还要撤退20里，远离我边关要塞。什么？你们要我们撤退20里？没错。你们简直是狮子大开口，不自量力！我们才要求你们撤退10里，你们竟敢反过来要求我们撤退20里，真当我们北狄无人吗？你们边关的人是不是以为我们北狄真的怕了你们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今日前来是带着诚意和谈的，不是来受你们侮辱、任你们拿捏的。右贤王可不要忘了，这里是我们的军营，是我们的地盘，真要动手，你们未必讨得到好处。是你们的地盘又如何？我右贤王自幼习武，能杀得了草原上的拦路猛虎，能杀得了不服管教的部将，今日亦能杀得了你们。是吗？那右贤王不如拔剑试试看了。试试就试试！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我们北狄人可不是好惹的，定要让你们为方才的无礼付出代价。拔剑！右贤王，剑拔不出来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了，怎么办？定是这些人使了什么手段。右贤王，我们势单力薄，不如先答应他们的条件，日后再做打算。闭嘴！将军夫人刚刚说什么？请继续。你们北狄大军撤退20里，户事照旧，税照收，粮食不白给，拿货来换，货好换得多，货不好就换得少，白纸黑字写清楚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行，那谈判就先停一停。右贤王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？我们什么时候再谈？刚刚不是劝我要讲礼貌吗？怎么脏话比我飙的还快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娘子见笑了。不笑不笑，夫君做得好。谈判这种事，我们不忍，就只能他忍着了。他忍了，后面的条件也就更好谈了。没错，他们坚持不了多久的。将军夫人，右贤王在帐外求见，说已经考虑清楚。再请，请坐。那什么，我刚刚想好了，撤兵20里可以谈，公粮的事儿也可以接受，定期交易，按年景定数。另外，户市可以继续开，但关税你得给我降一点。不用全免，降1成就行，让我回去有个交代。你们知道的，我此次前来谈判，若是一点好处都带不回去，皇上定会觉得我办事不力，回去后我也没法交代，还望二位通融一二。可以，关税降1成，算是我方的诚意，也给右贤王留足颜面。萧将军当真？只要右贤王在这份文书上签下字迹，我们的谈判就算成了，自此两国休战，和睦相处。你们还真是一对难缠的夫妻。右贤王言重了，请。
我们夫妻二人送你到城门口。边关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百姓？去问问。哎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？怎么穿得破破烂烂，还背了那么多东西？我们是从南边来的，南边发大水了，淹死了好多人。我们听说你们边关重建，日子好过，有活路，就都逃难来了。这么多人，我们这地方也容不下呀，是不是得去县衙报备一下啊？求求你们了，我们走了1个多月才走到这儿。老大爷，跟我们来吧，我们给你安排住的地方。你是将军夫人？所有流民跟我走，既然来了我们边关，就是边关人，我给你们安排住处。谢谢将军，谢谢将军夫人。将军夫人，不好了，这位老汉晕倒在地了。很烫，似是染上了热症。哎，醒了！这刚晕倒没多久就醒了，真是奇了。来几个人，把这位老伯小心抬到专门安置流民的住处，好生照料。是。大家一同前去吧。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外乡人，往后咱们这边关可真是越来越热闹喽。奇怪，方才还好好的，有说有笑，怎么突然就病倒了？额头还烫得这么吓人。莫不是方才那位患病的老汉把热症传染给他了？那可糟了，大家快散开，免得都被传染了！我可不能被传染！快告诉将军和将军夫人去！将军夫人，这些人可不能留在我们这儿啊！这些人，赶紧把他们送走吧！对，他们是从南边来的，就该回南边去。咱们自己好不容易熬过大旱、战乱，重建家庭，不能再被他们拖死啊！没错，咱们自己好不容易活过来，这传染病太可怕了，1传10，10传100。要是整个边关的百姓都被传染，咱们都得跟着玩完。将军夫人，你们可不能心软啊！将军夫人，你们就听大家伙儿一句劝吧，这可不是心不心软的事啊，这是关乎咱们整个边关百姓生命的大事啊！你们要是把他们留下，万一病情扩散，咱们之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。那你们说，把他们送去哪？南边刚发过大水，家园尽毁，你们不让他们留下，不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，让他们去死吗？那也不能把他们留在咱们这儿啊！你们怕传染，我理解，换作是谁都会害怕。但如果连我们边关都不能容下他们，他们就真的没有别处可去了。可是，你们不就是担心病情扩散吗？我有办法治好他们，我保证，有我在，你们一个都不会有事。好，将军夫人，我们就信你一次。对，你保证一定要治好他们。小心。好。
这传染病的味道和将死之人的味道竟完全不同。这味道燥热黏腻，像腐烂的草木混着尘土，又带着一股钻心的腥甜，吃起来竟别有一番风味。这就好了。好了，将军夫人果然神通。把这些丹药分给其他患有热症的病人，每人1颗，为他们服下。不出片刻，他们就会醒过来了。之后再有感染的病人也是如此。是。看，那就是将军夫人，还不快谢过将军夫人！要不是她，你们可就没命了。谢谢将军夫人，谢谢活菩萨。我是地府的一株枯溪草，原本只是来人间走个过场，没想到竟成了这些人心中的活菩萨。也好，往后我便守着这边关，守着这里的百姓，让他们永远过上这般祥和安宁的日子。请问，您就是镇北夫人吗？是，你是？我从南边来的，听说边关安定下来了，便想在这儿办个学堂，教孩子们认字读书。你从哪儿听说边关安定下来了？从路过的商队那儿，他们说这边开了护市，地也种活了，城墙也换成了新的。我就想，地方活了，人也得活过来。南边不好吗？你跑这么远来教书？南边不缺教书先生，我来这边是因为这边缺。他这句话倒是说得不错，日子活了，人也得活过来。行，你先住下，学堂的事我问问孩子们，他们愿意我便安排，要是教得好，我们便付学费。好，多谢镇北夫人。娘亲，什么叫学堂？就是学写字、看书的地方。那学堂远不远？不远，就在街尾那间空屋子里。那我能去吗？你想去就去。想去。其他的小朋友也可以一起去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嘿嘿。你就是先生。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萧平安。进来坐吧。还有，那别的孩子呢？有，在后面。这人真的是先生。我娘说他是。那我们也试试。今天不写字，先认一个字。这个字念人。就2笔。对，就2笔。但你写的时候，撇要稳，捺要收。写好了，这个字站得住；写不好，就倒。撇长了，捺再收一点。再写一个。比刚才好。下一个。看到没？学堂真的开了。听说了，南边来了个书生，专教孩子们读书认字。我家那个小的今天一大早就跑了，说要去看看。以前咱们这儿，孩子长大要么种地，要么当兵。现在真好，又多了一条路。是啊，孩子愿意学，就让他学。等学会了读书写字，咱们边关的日子就更稳了。萧家媳妇儿，这得多亏了你啊！自从你来了之后，咱们边疆地活了，护市开了，孩子也开始能认字了。以前这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，现在一件件都摆在眼前了。没错，这边关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
还是我来炒吧。你是京城大户人家小姐，之前肯定没炒过菜。不用，我会。我连鬼都下锅煮过，怎么可能还不会炒一盘菜？我连鬼都下锅煮过，竟然还搞不定一碗青菜。还是我来吧，你去休息一会儿。好吧。好香！小馋猫，快去叫你爹回来吃饭。好。娘亲，先生教的字，我能记住几个了？记住了几个？这个人记住了，这个口也记住了，还有天也记住了。那明天再学几个？先生说明天教写田字。娘亲，你说先生会一直留在咱们这儿吗？他留不留在这里不要紧，只要你们愿意学，就会有人一直教。